这个里面阴森森的。在湖南郴州永兴的丹霞赤壁之中，藏着被称为全国最宽天然丹霞坦洞的巨型洞穴。传说崖壁上还会自己渗出盐来，供大家带回家。这里的房屋全部是白色墙面、绿色门窗，感觉不像人家的庙，倒像是从壁画里走出来的。这便是国林寺。它不是人工开凿，而是千万年龙石风化形成的鬼斧神工。它是中国唯一一座大型洞穴寺庙群，佛、儒、道三教元素共存。洞里还保存着清代石碑、村民寿彩、坐观，还有南天门，供奉着500罗汉。那么现在就跟我一起进这座南国丹崖第一洞，去看看表在岩洞里的千年传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丽。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湖南郴州永兴县，我这边呢属于黄泥镇。你们看啊，我后面这里呢，这是国林寺了。它这个寺呢是建在这个丹霞洞穴的洞里面，看上去，而且这个建筑啊，我觉得看着有点诡异，你们觉不觉得？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位婆婆，我们现在呢去采访一下她，看看这个国林寺呢有没有什么故事和传说，走吧。伯伯，打扰一下，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？然后还要买一些熊子。你晓得这家是有好多年的吗？过了是几十个之辈了，是几十亿了。儿子就是开始人手上就往后大了，嫁个大就，以后还必须就只一个世界的，那个是有时求佛个，好像。大夫家底下去有过去，你们就晓得这。是这个求佛只求的只是个我佛茶，求佛的茶了，就开始政治说生日了，都回来。就是一去真是要推点气就发过的。然后是求上那一次之后就烟卷。一个。就这个就是打的公路。我家路啊是的呀，一个全部。你全部的。全部就是个大的路。像我见过我家洞里的，还以前还藏烟呢，还有那个烟呢。过去的世界就有20个，但是电视录的，现在有着落到4万户，还是有艺术。有那个烟树。艺术只是个都是那个，40个那个艺术啊。40那个烟烧。你看那个手里都是那个有那个异味呀。你晓得我的10个以后都烟个是哪烟10个嘛？我的10个是儿子。10个的951开始记啊，开始是那个翻身个951。这个老儿子去跟去啊，没去跟去，你晓得？是那个只是日子总是有得过的。老儿子去踩过去就翻身家去斗。好嘞。好的，谢谢伯伯哈，还再建议看一下嘞。我们现在就去里面看看，那个现在还有没有那些盐呢？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呀哈。这个有点像没有。我记得这个它长大了是可以吃的，那个梗是酸酸甜甜的。这个国林寺啊，它原为国林庵，也称盐坛。它初建于明末，兴盛于清代初期。你们看，走到这呢，我们就已经到了。这里呢就是国林寺，然后这上面呢就是南天门。你们看那个南天门上面呢，有大大小小像500尊佛像啊，齐整整的排放在那里。
我们现在呢，先去南天门看一下。看，这边呢，一排都是那些碑。看这个上面的功德碑啦，这里呢全是这些人呀的捐资重修这的。看来捐助这里的人还是不少啊。看这呢，供奉着弥勒佛。东方持国天王，南方增长天王，北方多闻天王，西方广目天王，东南西北的神全在这里了。哇，你们看啊，这里呢全是些功德碑，然后一直到那边去。然后这上面都是，你们看这个墙全是功德碑。你们看啊，从这里走上去呢就是南天门了，然后这两边的墙面啊全都是些功德碑，能看得出来这里捐资修缮的人真的是不少。你们看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步梯呢，就是人为手工给凿出来的。哇哦！你们看，这里呢左右两掰，你们看这里呢左右两掰，这里呢左右两，我连走不直了，左右两边，左右两边齐齐整整的摆满了500尊佛像，看上去密密麻麻的，感觉像东南地北的各大神仙全都来这个南天门齐聚开会的样子。这里呢还有一个传说，特别可惜啊，传说这里呢也不算是传说吧，好像是真实事件。这里呢是有84尊佛像，它是飞来佛。那为什么会叫飞来佛呢？因为这个佛像啊是小孩从附近的山洞里面挖出来的，可惜呢在文革时期和这个庙宇啊一同被毁了。传说那些飞来佛呢形态各异，非常古朴，很有可能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。现在我们在这看到的呢，大多数都是90年代复建时重塑的。如果有机会，真想看看他们原来的样子。我们现在上这里上面看一下。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是，那84尊飞来佛被毁了，不知道它原身是什么样子的，好可惜啊！哦。这里中间供奉的呢是一位滴水观音，还有旁边的是罗汉。
哇，你们看啊，我现在站在这个最上面，往下看出去的视角，全就是大大小小的神仙。你们看这，我觉得当初修上这么多佛，也花和搬来这么多佛像放在这，也花了不少的心力啊。我们现在下去吧。你们看，就是这里了，放了很多的棺材。放在这里特别诡异，再加上这一个国立寺，它这个建筑啊，像那个纸片房一样，然后再加上它右边呢就是那个国立寺，左边这里呢就是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棺材。其实这些棺材呢是附近的村民按照当地的习俗啊存放在这的，但是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你们看很多呀，而且呢，这些呢都是用那些棉被在外面给包裹了起来。看这边其实放了特别多。感觉好像上面已经是存放的时间非常久了。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版的，然后上面还放了2瓶八把粥。哎，家人们，你们看，这上面呢也有一个洞。还垒了一面墙，开了一扇窗，起在这个崖壁里面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洞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啊？但是你说我们上去嘞，也没有办法上去，具体里面有什么我们也看不了。然后这边，这里呢也有一个塔。好了，我们再往上走了，去祭拜一下修建这座寺院的恩人施济安法师。你们看啊，这里呢，它是有一个舍利塔，这座舍利塔呢，就是纪念那位施济安法师的。在1995年呢，这位施济安法师啊，已经70岁了。他说不能让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荒废，就带着他的弟子还有一些信众啊，把这些建筑材料啊一砖一瓦的给背进来，然后就呈现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这副模样。在2017年呢，法师圆寂，骨灰就安放在这，永远守着他复建的国林寺。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些简介，施济安大师简序。哇，这个上面长满了这个绿植啊，爬上来。我们现在呢就去到里面看看。你们看这个洞呢，它的宽的话是158米，高的话是68米，往里面深的话大概在119米。我们现在呢就去看看那个盐塘的传说。这里呢为什么会称为盐塘呢？是因为这里啊曾经产盐。传说在清代的时候啊，每当有香客前来烧香拜祭啊，盐洞里的盐都会溢出，然后可供那些香客带走。
直到后来有一位僧人呢起了贪念，把那个盐啊拿出去卖钱。从那以后呢，那个岩洞啊就再也没有产出过盐了。好像是在这边，我们现在过去看看。哎，你们看啊，它这里呢，其实的建筑风格有点不像人间的感觉。你看，全都是白色的墙，绿色的窗。这里呢，也有几块功德碑，3块。哦，这里面。应该不是这里面吧？啊，这里呢是看，这里呢是一个观音堂。千手观音，这里是个观音宝殿，挺空旷的，感觉我说话都有回声。但是我想找出那个产盐的地方是在哪呢？这边看一下。哎呀，走在这里面，我感觉我的那些全身的那些鸡皮疙瘩都直起来了。哦，这里上到2楼了。啊，没看到呀。看这里呢，就是岩壁了，上面还有挂有钟乳石啊。都是靠这里附近啊，还有一些前来祈拜的那些香客啊，捐资修建起来的。现在我们去找一下那个岩洞。找一下吧。这里好像还养了个，这里还有个猫窝。你看，还有那个猫抓板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面走进去有点阴森森的。那个岩洞到底在哪呀？你再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应该不在这。这里下去。哇塞，鸡皮疙瘩。
哦，一走出来这。一走出来，这里到大殿了。看这里呢，就是大殿，这里是大雄宝殿，供奉了各种佛像。转了一圈出来了，产盐的地方在哪呀？我问一下。是在哪个位置啊？哦，就那墙壁啊。哦，好的，好，谢谢啊。你们看啊，我们刚刚就是从这里进去的，然后转了一个圈出来了。就从这里过，我就不知道。哦，原来这面墙所说的产盐呢，就是这面墙壁。你们看这个崖壁上那些白色的晶体啊，就是碱盐了，听说是不能食用的，还是挺神奇的呀。这个洞里面居然会产出盐。虽然说只是传说啊，但是我们刚刚采访的那位婆婆呢，他们也告诉我，虽然说是传说啊，但是她说从这个崖壁上流出的水呀，如果你尝一下的话，能尝得出来咸味，是有盐的味道。好了，整个国林寺呢，我们一圈都差不多逛完了。这个石头呢虽然是旧的，但是殿呢是新的。盐呢虽然不再流了，但是故事还在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国林寺的故事呢，别忘了点赞加订阅。我是三丽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